家来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索西亚和北非之间的一片古老沙漠。这个地区居住着多个民族，包括阿拉伯人、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，他们都是闪米特人的后裔。这片地区的历史和故事非常丰富，并且对我们了解当今世界的一些关键事件至关重要。同时，我们将深入了解圣经中的故事，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和历史。闪米特人的故乡是西亚和北非之间的沙漠。您知道这片沙漠的名字吗？它被称为撒哈拉沙漠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，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。它几乎覆盖了整个非洲大陆的北部，从大西洋到红海，从地中海到撒哈勒。它的名字是阿拉伯语的沙漠。撒哈拉沙漠的景观非常壮观，有各种各样的地形和生态。您可能会想到沙漠就是一片沙丘和石头，但其实撒哈拉沙漠还有高山、绿洲、盐湖、火山、峡谷和瀑布。您可以在这里看到美丽的日出和日落，也可以欣赏到满天的星星。撒哈拉沙漠也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，例如骆驼、狮子、狐狸、蜥蜴、仙人掌和棕榈树。然而，撒哈拉沙漠也是一个充满困难和危险的地方。它的气候极端干燥和炎热，平均降雨量不到25毫米，平均气温超过30摄氏度。在白天，温度可以高达50摄氏度，在夜晚，温度可以低至0摄氏度。在这里生存需要很强的适应能力和耐力。在这片沙漠中，有一些人民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，他们就是闪米特人的后裔。闪米特人是指源自西亚和北非地区的一些民族，他们共同使用闪米特语系的语言。其中最著名的3个民族是阿拉伯人、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。阿拉伯人是指使用阿拉伯语作为母语或主要语言的人群，他们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地区，尤其是撒哈拉沙漠周围。他们有着丰富而多元的文化和历史，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们主要信奉伊斯兰教，并以穆罕默德为先知。希伯来人是指使用希伯来语作为母语或主要语言的人群，他们主要分布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，尤其是美国、法国和俄罗斯。他们有着悠久而悲壮的历史，也对世界文化和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们主要信奉犹太教，并以摩西为领袖。腓尼基人是指古代的一个闪米特民族，他们主要分布在地中海东部沿岸，尤其是现在的黎巴嫩、叙利亚和突尼斯。他们是著名的航海者和商人，也是最早使用字母文字的人之一。他们主要信奉多神教，并以巴尔为最高神。这些闪米特人的后裔在撒哈拉沙漠中展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，也与其他民族发生了许多交流和冲突。他们的故事充满了惊险和奇幻，也反映了他们的信仰和价值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祖先，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古老的部落领袖，他带领他的家族和牲畜在中东的沙漠里游牧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沙漠里的生活有多么的艰辛，水源缺乏，气候变化，还要面对其他部落的竞争和威胁。所以，亚伯拉罕决定听从上帝的指示，去寻找一个新的土地，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。这就是他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，最后到达了迦南地，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。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趣？他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其实有着共同的血缘和信仰，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都相信同一个上帝。但是，他们也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，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和争议。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共同点，也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，而应该尊重和理解他们的不同观点和立场，这样才能促进和平与对话，不是吗？你知道腓尼基人吗？他们是古代的海上霸主，横渡地中海，到处贸易和探险。他们的航海技术是从北部地中海的希腊人和埃及人那里学来的，但他们比他们更敢冒险，更有创意。他们用星星和太阳来导航，用木头和布料来造船，用紫色的贝壳来染衣服。他们的航海不仅为他们带来了财富和名声，还为的区经济带来了活力和发展。
他们还和其他文化交流，传播了自己的文字、艺术和宗教。你可以说，他们是最早的全球化推动者，也是最早的文化大熔炉。他们就像是今天的旅行达人，到处分享自己的见闻和故事，让人羡慕不已。你知道阿拉伯人是怎么在沙漠里做生意的吗？他们会骑着骆驼，带着一些珍贵的东西，比如香料、丝绸、黄金之类的，然后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交易。这样的生活听起来很刺激，但也很辛苦，因为沙漠里有很多危险，比如沙暴、强盗、毒蛇等等。你要是我，你会想去尝试吗？阿拉伯人不是唯一一个在沙漠里生活的民族，还有一些希伯来人，他们是从巴勒斯坦来的。他们原本也是做贸易的，但后来遇到一些麻烦，他们去了埃及，本来想找到更好的生活，但却被埃及人当成奴隶，让他们干很多苦差事。埃及人对他们非常不公平，不给他们足够的食物和水，还经常打骂他们。你要是他们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摩西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虽然是法老女儿的干儿子，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根。他看到希伯来人受法老的压迫，就决定带领他们回到祖先的土地。在这趟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中，摩西不断地向他的族人讲述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，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一部分。摩西说，上帝用了6天的时间，就把天地万物都造好了。上帝用尘土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，并且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。上帝把这对夫妻放在伊甸园里，让他们管理所有的生物。上帝还告诉他们可以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，只有一棵知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。本来亚当和夏娃过得很幸福，但由于他们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，就被赶出了伊甸园，让他们在外面艰辛的生活。亚当和夏娃生了许多儿女，但是人类却越来越堕落，不再敬畏上帝。上帝看到人类的罪恶，就决定要用大洪水毁灭世界。只有一个人叫挪亚的人还是敬虔的，上帝就告诉他要造一艘方舟，并且把各种动物都收集起来。挪亚听从了上帝的话，造了方舟。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，只有挪亚和他的家人以及动物们得以幸存。洪水过后，上帝用彩虹作为记号，向挪亚保证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。挪亚的后代又繁衍成许多民族和语言，其中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的人特别重要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先。上帝跟他立了约，答应给他一个儿子，并且让他的后裔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。上帝还给他指定了一块土地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回去的地方。这块土地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要坚定地相信上帝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摩西的故事让希伯来人感到振奋和鼓舞，他们开始对上帝和自己的未来有了信心和希望。你知道亚伯拉罕吗？他是圣经里的一个重要人物，神对他有很大的应许。神说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粒一样多，而且他们会得到一块美好的土地。这听起来很棒，对吧？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问题，他没有孩子，怎么办呢？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也很着急，她觉得自己太老了，不能生育，所以他就让亚伯拉罕和他的使女下假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以实玛利。这样亚伯拉罕就有了后裔了，但是神却说这不是他的旨意。神说他会让撒拉也生一个儿子，叫做以撒，他才是神所拣选的。这让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很惊讶，因为他们都已经很老了，怎么可能还能生孩子呢？但是神的话都成就了，撒拉果然生了以撒。亚伯拉罕非常高兴，把他当作心肝宝贝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以实玛利就不高兴了，他觉得自己被冷落了，他和夏甲就嘲笑以撒，这让撒拉很生气，他就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。亚伯拉罕很难过，因为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，但是神告诉他不要担心，神也会保佑以实玛利的后代成为一个大国。于是亚伯拉罕就听从了神的话，把夏甲和以实玛利送走了。以后亚伯拉罕就专心培养以撒，教导他敬畏神。以撒长大后娶了利百加为妻，生了2个儿子，雅各和以扫。雅各又生了12个儿子，
他们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的始祖。这些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色列人。你看，神是多么信实啊！他不但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还给他一个国度。雅各是以撒的儿子，也是以色列的祖先。他有一个哥哥叫以扫，但他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他的长子权。你能想象吗？一碗红豆汤就能换来这么大的好处。不过雅各也没有好过，他因为害怕哥哥报复，就逃到了他的叔叔拉班那里。在那里，他爱上了拉班的女儿拉结，但却被骗娶了另一个女儿利亚。他为了得到拉结，又服务了拉班14年。你说这是不是很惨？14年啊，比你读小学和中学加起来还长呢。后来，雅各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女，还有他的财产，决定离开拉班，回到自己的故乡。但在路上，他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挑战。他听说哥哥以扫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他。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雅各很害怕，就把自己的家人和财物分成2队，想要减少损失。然后他自己留在河边过夜。就在那里，他遇到了天使。天使和他摔跤，直到天亮。上帝要看看雅各有多坚强，有多忠诚，有多勇敢。雅各虽然受伤了，但他没有放弃。他抓住天使，说：你不祝福我，我就不放你走。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厉害？我觉得很厉害。上帝被雅各的信心和毅力感动了，就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——以色列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胜。上帝也答应保佑雅各和他的后裔。从那时起，雅各的儿子们就被称为以色列人，也就是上帝的选民。但是，作为上帝的选民，并不代表一切都顺利。以色列人也经历了很多困难和苦难，比如饥荒、奴役、战争、流亡等等。有时候，他们也会忘记上帝，或者违背上帝的旨意。每当这样的时候，上帝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提醒他们，让他们回头向善，重建与上帝的关系。所以，你看，以色列人的故事并不只是历史或者神话，它其实也是一个关于信仰、爱情、勇气、忍耐、悔改和恩典的故事。它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自己和上帝的真理。圣经不仅是一本书，它是上帝与人类重新建立联系的方法。你们知道吗？上帝创造了人类，并且爱我们，但是我们却违背了他的旨意，与他隔绝了。这就像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吵架，彼此不再说话。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，他想要恢复与我们的关系，所以他启示了圣经，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和计划。最后，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笑话吧。有一天，一位牧师在教堂里讲道，他说：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要记住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他看到了你们的一切。这时，后排的一个小男孩突然大叫：妈妈，上帝也看到了你昨天偷吃的蛋糕吗？全场哄堂大笑。